我觉得这个钱拿回来可能性很小，因为合同上写得很清楚，他是要你承担风险。2018年是中国金融系统动荡年。夏天，近200家 P2P 网贷平台密集暴雷，数万家庭的数十亿财富一夜蒸发。之后，旷日持久的绝望维权又粉碎了他们的尊严和体面，甚至生命。原来所谓的中产，只不过是脆弱的幻觉罢了。2018年的麻烦绝不仅仅是 P2P， 债券市场违约事件比2017年陡增，股市在震荡中一路走跌。2018年已有11家农商行遭信用评级下调。最近四川省的自贡银行10多间分行出现挤提，中国已深陷债务泥坑，中国人正在为这场债务危机买单。最近，朱镕基之子朱云来在一场闭门演讲时披露，改革开放40年来，中国实际 GDP 平均增速为9.5%，但中国资产和债务增速几乎是产出增速的2倍。中国2017年80多万亿的 GDP 总额，年底债务存量差不多有600多万亿。You have the government, central government, local government, and the corporations and individuals who pile up too much debt.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中国开启宽松货币、高负债拉动经济的模式，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。10年之内，中国真实货币增长5倍。现在每年全世界新增钞票一半都是中国印的，银行放贷更是任性。这10年，表内业务从30万亿上涨到120万亿，表外业务更是通过层层嵌套，将资金投入到以房地产为核心的重化重工等基础产能产业。迅猛的信贷扩张造成严重的金融泡沫化，为今天经济形势的急转直下埋下了伏笔。比如产能过剩、房地产泡沫、影子银行、非法集资，整个金融市场看起来乱象丛生。中国银保监会统计，2018年第2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是1.86%，但业内人士和专家普遍认为，真实数据可能在5%到10%。2018年11月初，央行发布《中国金融稳定报告》，承认中国经济金融体系中多年累积的周期性、体制机制性矛盾和风险正在显现。中国政府已将控制金融风险摆在首位。去杠杆嘛，我刚才也讲了啊，就要利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办法，进一步有力有序的推进。问题是，这动辄上万亿元的坏账怎么还？中国政府办法有很多，除了继续开动印钞机、稀释老百姓的储蓄、制造通货膨胀进行全民敛财之外，还有很多简单粗暴而行之有效的招数，短期内就能让坏账搬家。首先，可以把坏账债务转化为债券。早在2015年，中国批准了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转为债券，买债券的老百姓就是接盘侠。第二，债转股，那些堆积在银行里的坏账一下子就能变成股票出售，债务风险转移到股市上，最终由广大股民买单。第三，设立坏账银行，也就是专门处理不良资产的股份公司。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，中融共建，它对应的分别是长城啊、华融啊，等等，就把它的不良贷款拨你给这个资产管理公司，然后由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来处理这个坏账，然后国家注资吧。这4大金融管理公司在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中承担4大国有银行1.4万亿元的巨款坏账。现在地方坏账银行已有50多家，坏账规模有多大，可以想象。第四，吸收外资银行投资。温家宝当总理时，用外资银行帮助国有商业银行资产重组，再推到香港与中国 A 股市场上市吸金，不仅扭亏为盈，还让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、工商银行华丽跻身国际前10大金融巨头之列，成为最赚钱的银行。另外，中国从2007年开始所谓金融创新改革，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影子银行系统。什么是影子银行呢？简单说，就是在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系统。
银行把老百姓的辛苦钱借给高风险贷款者，还回来了皆大欢喜，还不起了赔的都是老百姓的钱。像各种银行理财产品或者各种民间借贷形式一样， P2P 网贷就是影子银行的手段之一。我们可以解剖这个麻雀，看看政府是怎样通过所谓金融创新收割韭菜的。P2P 网贷平台从2007年起步到2012年，5年间只有160余家，但2013年起暴增，到2018年达1万多家。这和银行出现大量呆账、坏账、急需接盘侠有关。银行不良资产包被甩卖给 P2P 平台，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洗白包装，卖给投资人。而另一方面，政府不断去杠杆，传统金融机构紧缩贷款审批，贷不到款的客户被逼到 P2P 平台去借钱。当时乱七八糟的，政府可以批，地方金融办可以批，央行可以批，工商，还有工信部门，特别那个混乱，你知道吧？他征信没有保障，他不能跟央行的联网，他不知道这个贷款对象的风险的情况，批准他可以，一出问题他都没人管了。中国的影子银行在无准入门槛、无行业规则、无法律约束的3无环境下野蛮生长。泛亚、MMM、卓达等大型借贷机构以远高于银行存储利率的利息来吸引投资者，推出名目繁多的理财产品，但最后常常是以资金链条断裂、暴雷收场。2016年，易租宝 P2P 平台被证实是庞氏骗局，非法集资700多亿元，90多万投资人受害。真实情况就是，这就是一个骗局。管理混乱也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，他们趁乱售卖虚假项目，直接诈骗圈钱。暴雷之后，记者回访曾经 P2P 最活跃的杭州，发现不少平台连地址都是假的。这家公司没有进来过我们这里，他想租，但是没有进来，因为他派出所备案没有通过，所以没有进场过。中国政府从2015年起，年年都在专项整治 P2P 网贷风险。可是，一边有金融平台在暴雷，另一边又有更多有背景、有资源的企业进入这个行当。不少 P2P 的项目直接就是政府主导的。P2P 网贷平台在吸引投资者时，也常常强调自己的官方背景。成功进了易租宝玉成集团。P2P 出来的时候，人家副总理那就还到那现场去给人家开仪式啊，什么什么，你这他妈的都是国家支持，你到现在他妈的都成了老百姓的非法集资了，老百姓他妈给老百姓做主，出了事他妈到最后卷的钱都是你们高官的这些官二代的子女身上了。官方媒体对互联网金融的宣传铺天盖地，包装精美的互联网金融产品，主流话语的背书，渐渐打消了人们的戒心。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了全新的金融业态，也让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升级。可怜中产和城市退休老人，好不容易攒的钱，每年都在以接近10%的幅度贬值。P2P 大部分都是50、60岁退休工人，那么由于他们现在这个目前可能物价等等，他觉得想赚点小钱。如果就只是这点钱呢，其实我这身体我真的扛不住。他们要跟通胀赛跑，只好去投资。可是房价太贵，买不起，又没有其他有效的投资渠道。P2P 平台正是瞄准了这一群体的精准算计。整个事件看上去像是一场多方合谋的局，一边是通胀、孩子教育、养老、医疗的压力，一边是政策的诱惑、监管的缺席，外加官方媒体的造势，中产注定躲不过这场剩下的暴雷。这次暴雷事先并非没有警示，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6月中旬在陆家嘴金融工作会议上说：“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，收益率超过6%就要打问号。超过8%就很危险，10%以上，就要总被损失全部本金。”随后，全国 P2P 应声倒下，暴雷制造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金融难民，他们四处奔波维权，结果被镇压抓捕。
杭州王倩本是从小受爱党爱国教育的小粉红，为追讨26万元的投资，到杭州和上海维权，被警察殴打，3观尽毁，自杀抗议。这便是中国政府防范金融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线——枪杆子的威力。虽然中国巨额银行坏账是由政府干预经济造成，但中国政府拥有百万武警，关键时刻有能力隔离处置中小火灾，防范金融危机，确保政权安全。集权政治一贯凭借暴力获得并维持权力，只是苦了国民，他们要为消化整个金融系统的债务危机持续地付出代价。可是被货币贬值、房地产、股市、基金、银行理财、互联网金融等手段一茬又一茬地割过韭菜之后，中国家庭部门杠杆率在2017年底就已经高达112%，也就是说，家庭债务已超过可支配的收入了。这些中产的小身板还能为国扛起多少债？